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科纳还有小阿尔科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未来1个月你们会有哪一些巨大的收获，以及宇宙给你们的提醒哦。我们今天的占卜完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会来看一下你们过去到现在的能量状态，可以当作是你们的验证牌。那接着呢，会来讲你们会有哪一些收获是值得期待的。最后呢，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些关键字的提醒，可以帮大家避开一些可能会走的弯路，或者说避开一些可能会有的陷阱，帮助大家降低风险，让这个收获的回报可以达到最大。好，那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能量状态蛮清爽的，就是有一些杂质的部分已经被去除了，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人生到目前的这个现况啊，是还不错的。那这个还不错，是因为我觉得你之前做了一些努力，就是该断舍离的断舍离，或是有一些关系该断就断，或者说你在你自己的身心灵上面有下功夫，所以我觉得你目前的状态其实整体而言是还不错的。特别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金钱上已经逐渐步入轨道的，比如说你有一份还不错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说你在金钱上有一个你自己的规划，
你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或是有些朋友其实你现在的金钱是不予匮乏的，想要买什么是可以买的，想要去吃什么是可以去吃的，并没有那种抓襟见肘的感觉哦。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你们有一个这种先是外在环境的转换，然后再到内部思想的一个转换。有可能你的外在环境已经慢慢的丰盛起来，可是你内在的头脑还没有意识到，因此啊，你还过着一些比较旧有的思维模式，有点像是因为你过去的努力，你的生活环境或是很多的东西已经在升级了，可是你的思想或者说你的脑袋还没有跟着升级，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过去的一个旧有的模式。好，比如说你可能金钱的状态已经升级了，可是你的用钱方式或者说对自己的这个金钱的使用啊，还是停留在比较缺乏金钱的那个状态。可能你因为恐惧，所以在点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倾向我点最便宜的餐点，而不是我最喜欢最想要的那个餐点。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另外呢，我觉得你们呢，如果是已经成家立业的朋友啊，你们的家庭运势有一种越来越步上轨道，越来越旺的能量哦。比如说，如果你是家庭中的男主人或是女主人的话，你本身的能量其实是可以去滋养到其他家人的，就是你本身的这种富足，或者说你本身的整体能量的升级啊，可以去帮助整个家兴旺。那在前一段时间呢，我觉得你们可能有想很多，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在思考，在计划，在运筹帷幄。因此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宇宙有一点要让你们休息一下，就是你之前呢想太多，或是太多事情需要你去掌控跟担忧，去烦心。现在宇宙想要让你去休息一下。那另外这边呢，还有一个讯息是，我觉得你们好像正在规划跟进行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它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被显露出来，你可能还是在头脑去想，但是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把这个东西放上台面。它有点像是在上台前的某一种准备，现在可能是一个幕后的状态，或是你心里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萌芽，有一个种子，但是你还没有大声的去说出来，或者是还没有去付诸行动。可能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了，但是有一点点被隐藏起来，就是你们可能觉得还不到时机把它公开，或者是说你可能现在这个阶段你想要自己去保守，就是自己去默默进行的一个计划。好，那以上啊是有关于验证牌的部分哦。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到我们的宇宙给大家的提醒，以及未来一个月所收获的这个部分哦。那如果你觉得前面的验证牌有符合你们的话呢，可以继续听下去哦。好，首先呢，我们来到了给你们的收获，未来一个月会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我觉得第一个收获就是蜕变啊，是一个礼物哦。有的时候人生中一些关系的结束，或者是说呢一些转变，一些状态的转变哦，它不代表是损失，而是一个可以去重新定义你自己的一个机会哦。因为过去这组朋友，刚刚有说过，你们思考很多，考虑很多，你的能量可能会比较分散，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嘛，但因为你能量太分散了，也许就没有办法集中在某件事情，甚至是忘记去关照自己跟照顾自己。那这边呢，死神它有一个就是把一些东西去剪断，那它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蜕变的讯号，在未来一个月的能量哦。因为我觉得大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
你需要真正关注的事情上，或是有些东西它其实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你可以跟他说再见了。有些朋友具体的你可能会去脱离某一个情绪的状态，或是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就是跟他画下句点，或是拉开距离，或是我觉得你们内在某一个旧有的信念会去转变，你们的行为模式也会跟着转变。那它其实是一个新生的起点，就是当你蜕变的那个瞬间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你，你会以一种更加贴近灵魂本质的状态去生活。所以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不要抗拒改变，也不要急着抓住那些不再适合你的东西，你先告别，然后放下，它是宇宙要给你们一个新的自我之前你需要去做的第一步。那有些朋友我觉得在未来的1个月，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些小小的内在的一个冲突，或是说有一些事情你是需要去处理的，或是需要去怎么说呢？就是要去仔细阅读，或是要去观看的，要去仔细的了解的一些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它其实是好的。就是你们去透过这种反复的理解跟阅读，你可以去保护到自己的一个权利，或者是说深刻的更加想明白一些事情好，那我们这边有金币皇后的能量金币皇后就是有一种母性的照顾的能量，所以其实刚刚有提到嘛，这一组的朋友，你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我觉得你们都有那种旺你自己的家跟旺家族的能量。还有我觉得在未来1个月，你会看到你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努力开花结果，这个成果逐渐的形成，特别是一些有关于金钱、家庭、事业或是健康相关的计划。那宇宙其实想要提醒你们说，你们是值得被照顾的，同时又有能力去照顾别人。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坚强，也更知道怎么去经营现实生活中的丰盛跟安全感。然后我也觉得这组的朋友在未来1个月你们的收获很多也是有关于美丽这一方面的，就是你们会把一些美丽的元素放到你自己的穿搭，或者是说你的作品里面，或者是说你在做报告的时候，这个展现的方式是很漂亮的，很惊艳的，或是你这个人展现的方式是让人家很惊艳的。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有那种由内而外的美丽大升级的感觉那你们其实是很聪明的一组，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一个地方要小小的提醒，特别是女生在这一组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过去有一个信念是，你进入一段关系，或者说你跟某一个人结婚之后，那他很像是签了一个契约，就是比如说你要照顾我一辈子的这样子的契约。那如果当对方你觉得他没有照顾你，你的情绪没有被顾虑到，或是说你觉得他哪里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失望、生闷气，或是说自己是不是选错了。那宇宙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你们比你们想象中的还有能力，还要聪明。也就是说呢，其实不管你是跟谁去缔结或是进入这一段关系你们都有能力跟对方去经营一段更好的关系。你不需要去仰赖某一个人去给你幸福，或者是说呢你跟这个人你们共同经营的这个爱情其实是双方都需要去出力的，不是一方好像等在一边，然后要另外一方来照顾跟呵护。那很多时候如果你有一个错误的期待的话，
你会把自己困住，因为你觉得我进入了这段爱情，我进入了这段婚姻，对方就要照顾我、疼爱我。但事实上，你们也有就是共同努力的责任。你们其实很聪明，然后我觉得你们其实就是内外在都会不断的升级、不断提升的一组朋友。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在爱情方面，你们对于爱情的理解会是比较单一个面向的，可能你就是渴望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有人给你依靠，有人可以给你呵护，然后有人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但其实呢，你们自己有能力去照顾自己，还有我觉得你们连接到的这个对方啊，他不见得是时时刻刻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因为他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因为他也是一个人，他有喜怒哀乐，他有高潮起伏，他有不擅长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跟对方齐头并进的。你不需要对方时时刻刻去读懂你的情绪跟满足你的需求因为你跟他其实是平等的，你们并不是一个所求者跟要求者，因为如果另外一方一直被所求跟要求的话，他其实也会感受到疲惫。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在特别是女生在能量上对于爱情的想法蜕变的更加的成熟跟自立。这边是金币皇后的能量其实你们有能力去照顾好自己，也有能力去照顾好别人，并且在给予跟接收之间，你其实是可以保持一种平衡的能量当你不再把你的一些需求寄托在对方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你反而会有一个放松的感觉。因为并不是说你今天选择的人选错了，这一辈子就毁了，并没有那么的严重。而且什么东西是错呢？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可以扭转的，它是可以共同的去经营的，它是可以改变的。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模式，只要这当中还有心还有爱。好，那宇宙会让大家看到，你们会收获一个更加坚强、更加懂得爱自己的你自己。那我觉得你们在金钱、钱财方面啊，你的赚钱能力也会大幅度的提升你们会去学到一些有点像是厚黑学，或是一些人性现实的部分。有些东西它可能并不见得是可以拿得上台面来讲，但是可能有一些类似潜规则或是什么样子你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那你会去避开一些陷阱，或者说你会去理解一些在面对人性的黑暗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那我觉得你们会把这部分的功课算是掌握得很好，因为这个算是帮你避开一些陷阱。你不见得要跟那些人选择一样的，就是可能比较不是这么光彩的事情，可是你要懂得对方的手段，因为你才可以避免被对方好像在背后捅刀。那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心里有在工作上的一些选择跟抉择，你可能有在探寻或是在计划。有些朋友可能是想要去计划出国去学习，或说一些比较短期的这种差旅或是外派等等的。有些朋友你可能现在已经在进行式咯，已经着手展开，或是已经在外派的这个途中了。然后呢，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在学习上很巨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是说在有关于金钱方面的这种理解啊，有一个被打开的能量你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新的专案
开始进行，或者是说因为有些新的理财的投资的观念进来去更新，然后你重新设定了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的一些投资的标的方法跟手段。那我也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进行某一种培训跟学习，你们会获得这样子的机会去充实自己。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啊，是对你未来负责任的行为哦，因为你们去种下一颗种子，或是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就是学习的环境中。那如果你是属于家庭中的这种爸爸妈妈的话，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是属于关注小朋友教育的人，你可能就会去做这方面的搜寻，比如说要怎么样子养小孩，看一些教养的东西或是相关的东西等等的，这些都是一种学习。这个学习并没有一个很制式的要在课堂内一定是要打开书的那种学习哦，就是各方面的一个学习。好，那我们看到这组朋友啊，在未来一个月哦，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冲突跟外在的压力同时出现。那宇宙想要告诉你，提醒你，就是你不要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去整合两种看似矛盾的力量。也就是说，当你在面临梦想跟现实之间的一个冲突，照顾自己跟照顾别人之间的一个冲突，行动跟休息之间的冲突，永远都不要选择一个绝对极端的方式。比如说极端就是我就是要一直做做到我精疲力尽的停下来，或是另外一个极端说我就是好累，我什么都不要做，我就是要躺平。我觉得你们会比较适合用一个比较中庸之道来解决问题。同样的在于事情的进展也是哦，不要太心急，你们要就是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不要说这件事情本来正常的是要10个月，你就是要把它压缩到3个月。宇宙告诉你说，其实不用这么急。然后，在未来1个月，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些在生活有关金钱方面的好消息，可能是你发现了你的这个发票中奖或是哪里会有一笔意外之财进来哦，有一些小确幸，或是你想买的东西突然大幅度的特价，或者是说有人送给你，或是你在网络上找到有人要去转让，然后又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讯息。有可能是有些人你想要去旅行，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然后买到了机票等等，类似这种你会觉得很开心，你不用花那么多的钱，但是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那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金钱能量真的是超级超级丰沛。你们有3张金币牌，然后你们除了金币皇后，也有金币国王所以呢，你们其实我觉得在物质方面会越来越稳固。你们本身是可以创造丰盛跟丰硕的一个物质哦，然后你们已经准备好成为这些资源的主人。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金钱的容量会被扩大，宇宙要给你一大笔金钱，但是在那之前它会先扩充你的眼光跟见识，因此你才可以承接住这一大笔钱，并且好好的掌握这笔钱，而并不是被钱而奴役。而且宇宙想要告诉你，真正的丰盛来自于你内在的价值跟信任感。其实外在的物质你们确实会得到，可是那些都是附加的。这组的朋友宇宙还想要提醒大家，你们不用用一个非常好像给自己打分数的方式来评判自己。比如说我到了多少岁，我就是要有多少存款，或者是说你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很极端。前面有提到嘛，比如说我要是没有达到这个点，我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不是并不是说我没有爬到最后一个阶梯，我没有到哪一个地方，我之前努力都是白费。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之前的努力全部都还在。
你们不要用一个好像全有全无的眼光去看待一些发生在你生命中的困难，或是说不要觉得发生了一些事情在你的关系中，这段关系就完完全全没有救了，或是说一些失误在工作上啊，你的这个评价是不是就会不好？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跟很多种流动，就算你在这个地方你觉得待不下去或是不喜欢，你换一个地方重新来过，说不定你就是被人家看见跟提拔的那一个人，对不对？好，一次的面试，如果对方打击你，或是对方用一个不好的态度来评判你，那也可能只是这个当下，或者说被选出来的这些人，他们的想法换了一批人，或是你换一个情境，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大家不要用一些小小的事件来去评判自己的人生，给自己的人生下一个好像全有全无、非黑即白的答案。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还想要告诉大家说，如果未来一个月啊，你需要去面对内心的恐惧的话，宇宙想要提醒你，恐惧出现并不代表你做错什么，而是提醒你正在成长。因为当你准备要突破跟跳跃的时候，恐惧会自然浮现。这个恐惧它出现的原因其实也是要保护你，它想要保护你留在旧有的舒适圈。可是你可以跟恐惧说，谢谢你保护我，然后我现在想要往前走了。所以恐惧其实是在提醒你说，旧有的你可能还想要待在一个安全的舒适圈，可是新的你已经看到一个值得前进的方向了。这组朋友啊，你们给我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精致、高雅跟从容哦。那我相信你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状态，一定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跟去维持。那当你快速升级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你们升级的太快，或者说这个钱财来的太快，你会害怕，因为你周遭的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变动哦。如果你内心有一些不配得感的话，你会不习惯。所以呢，前一个阶段宇宙要去扩充你的眼界跟金钱的容量，那可能有的时候不小心恐惧还会去浮现，但是没有关系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恐惧它是一个提醒。接下来呢，在未来一个月，你可能会在某一段关系或是情境中感到情绪跟理智的一个拉锯，像是你可能会权衡说，我要不要主动，我要不要让步，或者说我是不是要更多的去保护自己。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当你面临一些拉锯跟博弈的时候，你不需要玩心机。你需要真诚的去表达自己，不需要去操控别人，然后你需要跟对方有一个更加，我觉得算是心对心的一个交流吧。你不需要用一些策略，或是说用一些手段去操控，以去寻得你内心的一个安全哦。在这当中啊，你会需要保护自己，可是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坦诚的方式去表达。什么是耍心机呢？有点像是有些人可能会消失啊，然后去看一看对方是不是真的在意我，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故意说一些气话，然后去刺激对方等等的。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在拉锯跟博弈中不用做这些事情，你可以用一些清楚的界限去表达你的立场。你可以把你的就是你的底线说清楚，可是你不需要去做一些这种好像心理操控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self ceremony。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接下来一个月啊，你们会过着非常有仪式感的生活，或是接下来一个月其实非常适合创造仪式感。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
重新的表达你的生活愿景，比如说整理环境啊，写下目标啊，或者创造愿景板等等哦。而且并不只是想而已，而是透过行动一步一步的去靠近它。生活中每一个微小的事情跟行动，都是你灵魂创造力量的一个舞台哦。我觉得你们其实有很多丰盛的能量哦，你可以过得很舒适，很安全，然后也会有非常多心想事成的时刻，你拥有很多，然后内心会充满很多的富足，很多的爱。在这当中啊，我觉得你们也更会去感恩，因为你是整个巨大的整体的当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其实你跟其他人啊，这个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你们今天拥有这么多的丰盛，一方面是一个你们站在不错的位置上，而且很多朋友你可能懂得显化，懂得心想事成，你们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可以去达到你所想要的。那有一些是来自于运气跟幸运的成分，你站在这里拥有这些，我觉得你会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你并不会把这一切的得到都当作理所当然。有很多的人，你可能会去把你的这种好运，或是你如何得到这些好运的过程跟方式去分散出去。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想要告诉你们哦，其实你们在你们写下愿景板，或是写下你的愿望的时候啊，你们不仅是在许愿而已哦，你们是在创造能量场，因为你们的意图会被放大。你们写在纸上的目标，或者说你们心里的愿望，一些信念，它都会有力量。当你去想或是去写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在创造一个能量场。宇宙在看你下定决心，宇宙在等你下定决心。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的创造，然后很多的达成，就是非常容易心想事成，而且你们会有一些立即的反馈，它不需要等到很久很多年之后才会实现。那我觉得未来1个月啊，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显化加速的1个月。好，那我们这边呢还有一张牌 Casserole， 好，它是一道慢火要炖煮的料理，这个砂锅菜，而且是有各种不同的食材去融合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呢，未来1个月有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组合跟融合的，有点像是 A 跟 B 碰撞在一起，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有些结果并不是你一开始预期的，可是它绝对会是一个惊喜。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信任你的选择跟经历，他们带你走到现在的这里，让你变成现在的自己，这些都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哦。那你们会在现有的状态中去创造更多。那你们的每一天，或是说你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对自己说的话，其实都是一个信念的形成哦。你的心、你的初心，还有你的你最开始的那个念头其实会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同样是赚钱，或者说同样是获得丰盛，用什么方式去获得呢？我觉得这组朋友对你们来说，你们是这么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有那种很高雅跟精致，或许很多人想要靠近你们、接近你们，在于你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这种诱惑，或是华丽的东西，也许你们也可以选择纸醉金迷的生活，或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端看你的初心，你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状态。也就是说，可能会有2种方法都可以达到这个丰硕跟富裕。那你们想要选择哪一种方式去达到金钱的这个，就是挖金矿，可以达到这么多丰盛的金钱？因为你们本身有，我觉得
不管是在容貌上，或者是说在你们的气质才华上，你们都有我觉得你们都是有选择的。你可以凭着你的外在去获得很多的金钱，你也可以凭着实力，或者是实力兼具外在，或是你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获得这样子的丰盛，或者是优雅，或是这样子一种很像会让人家羡慕的金钱呢的金钱能量跟生活呢，其实大家有选择，那你们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初心其实非常的重要。那总结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未来1个月你们的收获会是有关于自我实现，一个旧有信念的改变，还有在金钱上面的丰沛跟丰收你们会放下不适合的模式，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开始去耕耘一些新的领域，或是在原有的领域上继续的去开发出一些新的成果跟东西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早已经具备你所想要实现梦想的能量跟资源那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在未来的1个月当中，如果面临一些选择，或者说面临一些冲突的时候，你需要保持内在的平衡，只要持续行动就会带来回报。你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扩张期，你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心想事成的时期你们每一次走的一步路，每走的一步路都不会白费，都不是白走的。只要你有意图、有耐心，并且去信任整个宇宙的节奏，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具体而且丰硕丰盛的1个月份。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每一堂课程呢都会有指引，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理解牌意。那每一次的课后练习也会让你的直觉越来越清晰，透过丰富的实战演练，让大家可以快速的上手。最重要的是我们抽完牌并不是只去对答案跟看答案，而是帮助你更靠近真实的自己在课程中有结合显化法则跟吸引力法则，让每一张塔罗牌都可以成为你实现梦想的能量跳板。好，祝福大家，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未来1个月你们的收获，以及宇宙给你们的提醒未来1个月在哪一方面会有巨大的收获，以及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提醒。好，首先我们来对应一下第2组朋友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那我读到的是，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人生一路走来，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你们长久一直都在为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在忍耐，而且很多时候你的这些忍耐，其他人并不知道。我觉得你很用力的在生活着，有点像是在平衡木上走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去。有的时候走在一些看似平坦的道路，却又会被别人挖坑，让你不得不绕过，想办法去绕过这些坑洞来保护自己。我看到在你们当中其实我觉得你们付出了很多，甚至有时候你们会觉得为什么都是你在做，为什么都是你在扛，为什么都是你在付出，你做了那么多，为什么都没有人感谢你。甚至你们被要求就是表现的懂事、有礼貌、成熟，不能够去好像无端的发脾气，或是表现出一些不合时宜的情绪。有的时候你想要去说一些什么，别人就说你想太多，或者说他没有那个意思等等的。其实你太多的痛苦，太多的无奈，太多的压力，太多的眼泪，都只有你自己知道。有的时候你忍耐太久，甚至有些朋友你身心灵出了毛病，你的身体其实是在抗议的。可能有些人因为这样子就生病了。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努力的在撑，但有的时候其实快要撑不住了。甚至我觉得因为别人的一些别人的一些作为，让你被困在某一个困境，没有办法往前走，可能1年2年，甚至有些朋友3年4年或是更久。你们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睡不好的，常常会惊醒，或是说
就是睡眠是断断续续的，明明你白天就非常的累，可是到了晚上要睡又没有办法睡，因为你的脑袋会不断的去播放一些片段，那些片段是让你觉得很痛心很心碎的，甚至你的眼泪会无法控制的流下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问宇宙，或是问你信仰的这个神明啊，你可能会问说究竟我这么相信你，我这么信任你，你究竟在哪里？你为什么没有帮助我？为什么要保护我？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去承受这么多那么痛苦呢？甚至你可能会有一些信心动摇，你可能会觉得很怨恨很埋怨。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心是很善良的，你帮助过一些人，不管是陌生人或是你身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你可能是某一些人的恩人或贵人，但是我觉得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人反过来帮助你，这是一个你觉得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其实你会愿意去帮助，甚至你不忍心拒绝。你可能是别人的救命恩人，你是他的贵人，可是别人却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或者是说在他苦难的时候感谢你，但是当他好像一切风平浪静，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就把你的恩情跟恩惠抛诸在脑后，甚至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他也不会来帮助你。那你其实心里觉得很生气，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很不公平，或是有些人他真的欠你很多，在金钱上，在身体上，在精神上，在能量上，在感情上，其实你很想要好像人生就是做一个一刀两断重新的开始，你希望所有的不好都远离你，或者说所有的过去都在某个时刻结束，你希望的人生可以重新活一遍，有一个新的篇章。你一直在撑到这些不公平的日子有结束的一天，或者说一直在撑到一个你可以去站在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去发言，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话语权，你不再需要委曲求全的日子，你正在努力等待这样子的日子来临哦。那我觉得有些人啊，在这一组，你们可能过去一段时间哦，你去结束了一个好像比如说长跑的感情，或是经营很久的事业，或者是说经营很久的一段关系，或者是结束了一个生活的重心，一个很亲密的人，或是这个朋友，或是事业等等的，你去结束了这样子的状态，或是感情关系，可能是主动结束的，或者是你被动的被迫要远离，要分开离你而去。那我觉得你们其实很需要一个让你能够安心疗伤的空间，因为太多时候你们是在工作生活跟家庭中长期的忍耐跟压抑自己，有的时候生活中的苦你其实是难过到吞不下去的，可是你还是要硬吞，没有办法，就是你觉得很多事情很无奈，不想做还是得硬着头皮去做。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自己所有的感觉感情切断，你才能够活下去。好，今天呢以上是验证牌我觉得这组的朋友有一个让我觉得很辛苦跟孤军奋战的讯息。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有关于你们的收获跟宇宙给你的提醒。那你觉得如果验证牌的部分有符合你的状况的话，请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的话，请回到选牌的环节重新选牌。好，接下来这组的朋友，宇宙要给你的提醒首先是我觉得你们你们过去到现在的这个能量它会有一个释放。你过去承载了很多你帮别人收一些烂摊子，或是有事情麻烦你就会去接住，或是有人情绪不稳的时候，你需要去站出来去安抚他的情绪，或者说如果有的时候有人临时这个请假，你需要去填补他的空缺等等，就是你需要去帮忙别人，然后包容别人，去顾及别人的感受。我觉得你们看起来非常的懂事成熟，不哭不闹，总是把自己的需求排在最后，很习惯把这些苦都往自己的肚里就是吞到自己肚子里，甚至很多
朋友，你们压抑了太久，别人真的都不理解，甚至我觉得有些人他是明明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他却假装不知道，因为你们也不会反抗，也不会说，他就这样子顺其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去享受你们辛劳换来的这些成果，不给你就是你值得的感谢。就是你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没有换来一些感谢奖赏或是相同的一个回报。其实你们怎么说呢？你们要去看见自己的力量哦。你们的忍耐使你长期以来忽略了自己的内在，其实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你的忍耐，它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稳定，它也是一个力量，但同时啊，这个忍耐也会成为你们身上的某一些枷锁，因为你们并不是可以无止境的去承受这些，每个人都有极限。你们不必为了成全别人，或者是为了委曲求全，为了表面的和平而不断的去掏空自己。好，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接下来我看见你们的收获是，你会看清楚真相，然后你会开始问自己说，究竟什么对你的人生来说是最重要的？可能过去都是你在支持别人，你在帮助别人，那到底谁来帮助你呢？你们会看清楚某一个真相，你们会去觉察某一个状态，你不会再让别人的需求凌驾于你自己的人生之上。然后呢，我觉得很多过去那些就是欺瞒的东西，它的背后真实的意图会慢慢的浮现，甚至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乖乖的逆来顺受，你们也会用一些方法委婉巧妙的把它推掉，或者是说就是走避等等的，你们会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去避掉一些本就不该属于你的一个麻烦哦。那你们有战车牌哦，我觉得这个战车它是有一个，就是你心里彻底的想要往前冲，然后想要改变。这张战车牌的图案是一个人划着桨，然后想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领域去看新的世界。我觉得这张牌是象征着你们内心彻底的想要去改变，它是一个蜕变重生的起点。长期以来，你们忍受了压榨跟不公平，你会发现，对很多人来说，离开可能才是唯一可以走的那一条路，或是有些朋友在感情中，对方一次一次的踩线，你压抑太久，退让太久，你终于觉得这一切够了。很多人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长期活在别人的期待跟责任里，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着。那我觉得在这个战车牌的能量啊，它会让你告别以前的那个安全感跟熟悉的一个环境，然后重新的为你铺一条道路。你正在为自己建立一些新的秩序跟新的价值观，在这个往前走的过程中，也许你们会失去一些人，或者说会被一些人责怪、不理解。但是你会更清楚自己的底线，同时啊，你们也会迎来新的生活圈、新的伙伴，他们是真心欣赏你的价值，而不是来利用你。好，然后我们还有金币3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的这个月的时间呢，你们可能会有意识的和一些人同心协力，共同的合作，而且你们可能会成为当中的佼佼者或是领导者，你会很有自信的去把一些事情给处理好，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是有力量可以去主导很多的事情，让这个事情一步一步的高升，或者说一步一步去推展到一个最完美跟最完好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啊，宇宙也想要告诉你说，你过去真的太紧绷了，你现在不需要这么紧绷。这个金币3它有一个升级跟就是往上升，就像电梯一样往上升的感觉哦。同时也有跟别人合作的能量，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不用很紧绷，自然而然就会达到一个我觉得你自己是可以过关的状态。你不用太害怕去担心这个成果，也不用再害怕别人的眼光哦，因为你们过去真的就是脑袋有一点过热的感觉哦，因为想太多，然后又
就什么事情都会烦恼，要是哪里做不好，其实你可能睡不着，然后会一直在担心哦。那你们有一种就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就是你们有一种要回到一个最初始的一个状态，塔罗牌中的0号牌，你们可以用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拥有一个比较轻松跟放松的时光，去跟自己相处，或是说跟你心爱的人相处。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当你把自己清空跟归零之后，你也会遇到你的一个贵人，或是有一件事情让你开心的事情会到来。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工作有一些关系，但更多的是你的这个个人的想做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或者说一直以来想要去安排的什么期待的旅程等等，或是你想要去做一个品牌，做一个作品，就是一个它有点像是真正的除了你的正职工作之外，你想要去做让你开心的事情。如果过去一直没有时间跟这种力量去做的话，接下来会有这个时间跟这个空间让你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你的内心清空了之后啊，你会发现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你的内心，你可以稳定的去度过外面的一些转变，或者外面的一些波动，外面的狂风暴雨。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很纷杂很喧闹的讯息，可是对于你来说，你们的心是很稳定的，你不被外在的节奏给拉走。其实你们长久以来的这个忍耐，它是一个，我觉得，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忍耐那么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像撑过这种困境哦。你们现在只是要把这样子的特质转化，把这样子的力量用来去保守自己的心，守住自己的节奏跟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们是非常聪明的，面对冲突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不会用硬碰硬，用冲突的方式去解决冲突，而是你们会用一个比较巧妙的方式去掌控局面。因为过去啊，我觉得你们忍耐了太久，在过去面对一些生活的不公平跟冲突的时候，可能你的情绪会一触即发，或是当别人给你的期待更多，或是来自外界压力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其实会就是对于一些小事，或者说对于一些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引爆点，你们就会反应比较激烈等等的，在内心反应是很激烈的，那有时候甚至是会表达出来。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你们不会有这么多生气的情绪了，因为人生已经迎来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开始中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充满了希望，就像愚者的旅程一样，它是一个新的起头。你们可以重新的活过一遍，重新的把自己爱回来，重新的去安排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再绑手绑脚，所有的枷锁都被解开。而且我觉得很快你们的愿望就会实现，你们可能会重新的去连接一个以前想要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或是重新去连接一个以前带给你温暖的人事物。那我觉得这个能量连接起来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只要你重新确立自己的方向的时候，你会找到遗失的你自己，遗失的一些灵感，或者是说我觉得你过去曾经种下的一些善意，在你不自觉的时候捐的一些钱，帮助的弱势或动物或是什么的，你曾经做的一些善良的东西，这些善意的种子在未来会以很快的速度回归到你身边。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原先你帮助那个人，那个人直接给你感谢，而是宇宙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善的循环回报到你的身上。那大家不要担心哦，未来啊，你会看到你的努力带来实质的成果，你的生活品质会改善，而且我觉得你会用你这些增加的金钱更加的投资在你身上。
你身边会有，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力量，它来帮助你，它来滋养你，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珍惜跟这个人共同相处的时光。然后呢，宇宙要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哦，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善用身边的资源，让你自己跟生活都会变得更加的有质感，更贴近你理想中想要的样子。同时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啊，我也看到有些朋友你们会好像大力的展开一些清理，这个清理包含了实质上的房屋的一些不要的东西的整理，或是有些朋友搬家搬到一个更安静或是你觉得更舒适的这种住宅环境，然后在搬家或者说在清理的同时啊，也跟一切耗损你能量的人事物说再见。有些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打开衣橱啊，有一个就是很久有一个区块很久没有整理，每次打开就觉得有点烦，然后甚至就不想要开。这个区块啊，就是无形之间微小的在影响你。我觉得现在你们会把那些影响你身心灵的这个不好的东西都清除，让你比如说每天打开柜子的时候啊，都是很开心的，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那同样的在关系也是，这样你不稳定的关系，它会慢慢的被结束。不管是你主动离开，或者是说宇宙因为一些因缘巧合把它带走，还有一些是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热情，但是好像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会慢慢的结束。就是有些东西你好像就是日复一日的在做，但其实你并不想做，或是你觉得这个是被迫要进行的这些计划，我觉得它也会慢慢的去结束。同时宇宙要提醒大家，未来啊，你要练习去接受所有的善意跟好意，练习去接受所有的幸运。你要打开手，这些幸运跟好运才有地方可以降落。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就是不幸，我就是要去承受这些，如果这当中宇宙要给你一些好机会，你可能就擦身而过，因为你没有看见，因为你眼睛都在专注着不幸。大家要拥有一双能够发现美好幸运的眼睛，因为宇宙接下来要给大家很多很美好的礼物，你们要愿意接受，你们要练习接受，这件事情是要练习的。因为你们过去太长一段时间习惯奉献，或者说太长一段时间习惯委曲求全，你们没有这个习惯去说出你的需要，或者说没有习惯去接受，这件事情是要练习的。你接受之后呢，宇宙会很开心，也会很喜悦。同样的，你自己也会开心，你自己也会喜悦。所以这件事情你要去练习接受好运，这个是宇宙给你的一个提醒哦。那你们过去遭遇的考验，或者说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考验，它也带来了新的选择的机会。每一次的考验当中都有重新创造的一个机会。比如说一段感情的结束好了，它可能会让你去正视你在接下来会需要跟什么样子的人结合，或是说做伴侣，或是你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那有的时候真的你没有错，他也没有错，可能就是时间错了，可能就是有缘无分。这个东西啊，人生的无常，我觉得你们也会去理解，也会去接受，而终究属于你的、适合你的还是会到来。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那我们这边也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影片、塔罗课程，22堂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
在课程中每一堂课都会有指引，让你一步一步可以去理解、掌握牌意。那每次的课后练习呢，也可以帮助让大家的直觉越来越清晰。透过丰富的实战演练，让大家容易上手。更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并不是抽完牌去解牌看答案而已，而是要帮助大家成为更真实的自己。课程当中会结合显化法则跟吸引力法则，让每一张塔罗牌都成为你实现梦想的能量跳板。好，欢迎加入，成为灵性的伙伴，一起学习。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3组的朋友看一下未来1个月你们会有哪方面的收获，以及宇宙要给大家的提醒哦。那首先呢，我们来帮第3组的朋友对应一下你们目前的能量状态哦。那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啊，整体的能量是有一种你准备事情准备得很周全，因为你好像为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在准备，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智慧。这组的朋友啊，你应该有感觉到自己正在站在一个转捩点上，其实你对未来是充满期待的，但是未来的这个未知啊，其实你也有一丝犹豫，还有一些不安哦，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会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就是会去准备很多的事情，然后一些细节你都会顾虑到，或者是说你在准备一个什么样子的考试，你会想要把一些东西看清楚，然后尽可能的把它完善。那我觉得你们很像是那种古人在出征前，在打仗前呢，会先去看一看粮草啊是否充足，还有各方面的安排是否妥当。你们也是这样子，就是对于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境，如果可以的话，你都会想要事先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态度啊是这种胆大心细，外表看似很冷静，就是外表看起来好像比较平静，但是其实你内心啊已经排演过、演练过无数的可能性，或是如果你是在准备考试的话，我觉得你就是有去看过无数的考古题，或是演练过无数的这种考题的资讯，你有做过练习，然后你们有那种提前规划、超前部署的能量哦。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的准备周全，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会借由做很多事情来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笃定。比如说呢假设啊你要出国旅行的话，你可能会假设你是一个自助型啊，你会安排行程，准备行李，然后各种替换的衣物，还有一些备用药、旅行药，还有各种小细节。假设你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的话，我觉得你还会去顾虑到说他可能需要带什么药膏啊，或者是说防蚊液啊，或者是说你会帮对方一起设想，然后任何旅行中有可能的突发状况，你也会去准备，有点像是备用啊。如果万一发生了，你至少有方法去应对，或是你会先去查好一些当地的资讯。如果万一生病了，你可以去哪里求助等等。我觉得你们的这种缜密的规划，其实是让别人可以很放心的。同样，如果你是正在准备考试，或是正在准备一个什么样子的试炼的话，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能力啊，其实是足以应付未来的一些挑战的。有点像是临事而惧，终事而喜。一开始事情虽然很多，然后虽然会让你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但是最后是能够圆满收尾的。而且我觉得在你的团队，或是说在你的工作场合、家人圈、朋友圈，你们很像是某一种行动的
内核精神的支柱，因为你们的存在其实让大家可以很放心，但是宇宙也要提醒你们稍微去放松一下，因为长时间的备战其实是会消耗你的精力啊。古代有一句话说功满则溢折，所以你们的这个专注力跟行动力，我觉得宇宙是很想要去肯定你们，但是有的时候你也要学会把这些装备，把这些武器，把这些盔甲放下，因为这些盔甲真的太重了，你长时间处于一个戒备的状况其实是很累的，你要让自己去松一口气。那我觉得未来1个月到之后的这个半年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推动一个什么比较长远的计划，这个长远的计划很像是你们人生阶段性的某一个目标宇宙告诉你说好，因为你的目标是这个比较长远的计划，那中间发生的一些小事情，或是说有一些人事物有些小事它其实不是这么需要你去耗尽心力的，重点是你有没有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一些无关的就是不是这么重要的，其实你们就把它放下，就是不用什么事情都揽在你身上。好，那这个大概是第3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的状态，然后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金钱的能量。金钱的能量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也是延续前面的那种备战状态，你其实有一点点担心说钱会不会不够用，或者是说你在用钱方面会变得比较小心翼翼，或是有一点舍不得花，或者是担心财务安全，但可能你们的储备量是够的。也许你是担心未来更久远之后的事情然后你想要提早退休之类，或者你想要买房子，或者你想要有一笔圆梦基金等等，我觉得你们心里好像会去耽误这个财务的安全，甚至有些朋友你觉得手头是比较紧的。好，那以上这个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符合的话就继续听下去，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回到选牌的部分继续选牌，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解析咯。好，首先呢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情感上，在感情上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突破因为你们这边有出现了圣杯10、恋人牌，还有这张爱情的开始单身的朋友我会觉得未来1个月你们可能会有那种爱情的悸动萌芽的感觉就是有一些人你们是会去遇到一个新的机会，让你的爱情展开，就是让你有一段新的恋情，或者是有些朋友你在感情的发展上出现转机，也有的人你可能是在接下来的1个月，你的内心会对某一个人去产生爱意，这种爱意，这种你们的能量给人的感觉是温柔的、悸动的、充满希望的，很像是春天那种萌芽的恋情，甜甜的感觉。也就是说我觉得未来1个月其实会有恋爱的机会，或是说会看到恋爱的机会，会有那种期待感，有一些感情正在悄悄的酝酿，或者是说你关注的一个人他也开始关注你，开始注意到你，它像是一股春天般萌芽的感情的能量你的心可能正在慢慢的被打开，或者是说其实爱情的这个种子之前就已经种下了，只是在未来1个月你会特别的去留意到这件事情你的周围可能也会出现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一个之前已经跟你有联系的人的，就是你们之间的某一种互动回温，或者是你们之间彼此对彼此的情谊跟情愫重新的被唤起。那我觉得这个感情的能量是非常温柔非常美好，需要大家用心的去感受跟呵护。那这里也有一张就是提醒的牌注意小心跟警告的能量，也就是说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应该要去谨慎的留意。那在爱情里面
宇宙想要提醒大家，关于萌芽的这份爱情，它令人期待，充满希望，但是某一方面仍然是脆弱的，你需要用心去守护。在甜蜜的互动的过程中，也要留意一些沟通的方式跟时机，不要因为太急着去表达，或者是说过度的期待，让彼此的节奏打乱。或者有些朋友，你对爱情的幻想其实如果太多，或是说太梦幻，然后你把这个幻想放到对方身上，你可能觉得对方有一些地方不如你意，或者说不如预期，因此让你失望。但有可能对方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好，他并没有欺骗你，他的真实模样就是这样，只是你之前对于他这个人有过度的不切实际的期待，那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哦。然后宇宙也提醒大家，你的爱可以很温柔，但是也要有界限。你的心可以打开开放，但是也要去观察。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感情的发展，宇宙是提醒大家要用耐心跟细心让它去发展，就像花朵一样慢慢的绽放。你不用急着好像很快速的就要把它摘起来，有点像是这个感情的流动，你可以让它慢慢的去顺着时间顺其自然的去推展，而不是很快的就是说进入到一个确认关系的状态，就是很快的就想要收成，很快就要说你就是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说我们就是要在一起，给我一个名分。就是宇宙告诉你说，这种感情的发展是可以顺其自然的，然后温柔的，不要去催促它，因为这段感情在最对的时间去绽放的话，它会比你想象的更加的美丽。好，这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些提醒哦。那接下来我觉得在金钱方面呢，你们有机会获得一些新的这种收入的机会，然后它可能跟远方的怎么说，海外远方的资讯有关。比如说跟海外的品牌合作，或者是说这种进出口贸易、海外的投资，或者是说一些跨国的连接、远距的工作，或是这个东西它是来自于海外的之类的异地的，可能你们会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就是是海外的，然后让你有赚钱的机会。好，异地的、远距的，让你有赚钱的机会。然后宇宙也要提醒大家说，当你自己在财运很亨通的时候，当你自己在财运很好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持稳健，就是你投资或是扩张的计划不要过于的急促，也不要因为一些短期的利益而去承受过大的风险，而去冒一些不必要的险。然后呢，这边还有提醒大家当你的金钱累积到就是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花一些钱去在你身边你所爱的人身上，或者说你重视的值得的人身上，可以给他买一些东西他需要的，或是礼物等等的，或是招待你重要的人出国等等的。这些适度的这种金钱的花费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巩固人心，或是你们可以去捐一些钱给弱势的团体，或是你认同这个团体的理念，你可以支持他、帮助他等等的。有一句话说，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所以这组的朋友其实用在你们身上也有同样的一个讯息。宇宙想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把钱紧紧的握在手里，可能你身边的人就是感情会有一种就疏离，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散财，这个适度的散财，比如说你全部都花光光，就是一直乱花钱，
而是我觉得把钱用在一些值得的地方，因为金钱只是一个手段，只是一个工具。如果你花这些钱是可以让你们的感情更好，让对方感觉到你很重视他，让对方看得到你的心意的话，其实这笔钱是花的很值得的，而且适度的慷慨可能可以让你们的财运更加的长久，这个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个提醒。那我觉得在工作方面呢，你们的能力会被看见，有机会可以去升迁，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合约订单合作机会会增加，也有可能你会有一些跨部门或是跨领域的合作的邀约，或是你可能会在公司的体系内部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或是转换到一个你更喜欢的部门。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有一种稳中求变，在一个比较稳的基础上，然后会有一些稍微的变动。那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它是会是一个长期的合作，或是长期的一个可以待的还不错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公司，它并不是那种短期的临时或是派遣的能量，更多的是可以长期的稳定在这个地方，至少它是1年、2年或者是以上，让大家可以安心的待在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如果未来有一些比较繁琐的事情出现在你们的身边的话，大家要记住，你们绝对是有能力去应付的，然后你也有资源去处理的。要注意的是，你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太过亮眼的表现去招来一些小人的嫉妒，或者是可能会引来一些流言蜚语。那这些小人的特征就是他喜欢好像在同事啊，或是说在人际圈是拉一些小圈圈，然后碎嘴，表面上看起来很友善，但其实他并不希望你成功。或是有些人他其实喜欢去搬弄是非，喜欢去挑拨离间。但是大家，我觉得你们不用太过担心哦，因为你们就是很突出的能量哦。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你们是那一棵很突出的树，所以也很容易招来风雨。所以应对之道其实并不是压低自己或是贬低自己，而是你去调整自己的能量状态，少一些紧绷，多一些从容愉悦跟放松。因为要知道你其实很不错，对方就算想攻击你，也很难找到攻击的一个入口或是破口，而且你们背后是有资源有靠山的，所以其实你不需要跟这个人争，他自然而然的就会知难而退。而且还有一个能量是，哇，他看见你大大的成功哦，本来他还想要去挑拨离间，现在他反而要来巴结你，抱你的大腿，因为他觉得他之前是选错别人，他不能再跟你站在对立面，不然他可能会下场很不好，所以呢会有这样子的能量哦。那我觉得在未来1个月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去思考一些是不是要去开启一个新的跑道，或是说有些人可能会在未来1个月去完成一个工作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也许是你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专案或是计划，或者是说你完成了你的读书的进度，然后是一个你自己觉得是可以让你安心的一个进度。那同时我觉得大家也会渐渐看到，如果你过去有努力有投入的话，这个努力跟投入最后都会化为实际的一个果实，会实际的变成财富金钱的能量在你身边。那大家也可以利用未来1个月的时间去盘点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自己有什么资源，然后自己有什么技能，自己的财富能量如何你可以为下一步做更高的更好的一个准备，因为你们有那种更上一层楼的能量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用理性的分析去取代感性的冲动。好，你其实不用被外在的一些声音去催促大家如果你未来1个月还没有办法想好或规划好的话，就暂时先放在这边，不用说很快我就是很急躁的就要下一个决定，然后就先往前冲出去。宇宙告诉你说你是要想好再往前
走下一步，因为其实不缺这1-2个月，甚至你们要更多的时间规划也是可以。那在感情中啊，刚刚说过你们会有甜蜜的爱情的萌芽的这种能量，但是也有需要去注意的部分。如果你是已经在关系中的朋友的话，这也会提醒你，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内在的不安全感而影响到彼此的互动，就是对方可能并没有这样想，但是你自己有一些不安全感、伤痕跟互动，你自己内在有一些不安全感、伤痕跟焦虑，所以可能在互动的时候会觉得对方是有意的，或者说就是对于某一些事情比较敏感，某一些字眼你其实是很敏感的，因此可能会造成一些摩擦哦。那这也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有一些你内心的不开心或是这个情绪，它可能是来自于过去以来累积的事件，不见得是对方当下真的有这个意思。那我觉得未来1个月啊，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偏向想要去保留自己的一个能量哦，你不会太过的好像外放，太过的花蝴蝶，而是你会觉得你想要把时间留给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书啊、追剧啊，或是玩猫啊等等，就是你想要把这些时间留给自己，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的时间很宝贵，那你之前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在别人身上，也许是照顾别人，或是关心别人，或是就是在意某一个人。那接下来这个月我觉得大家也会想说，如果有时间的话要留给自己。那另外啊，在人际互动上，宇宙要提醒大家要去控制一下你自己的脾气。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有些话说出口，你的立场是对的，你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呢，如果你太理直气壮，或是说太得理不饶人的时候，反而会让其他人觉得你好像才是怎么说霸凌别人的人，你好像才是那个就是你本来对的，也变成因为你的态度啊太强势、太压迫，人家反而会有一点点觉得对方是不是才是弱势或是被欺负的。但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对的，是对方太不合理，但是那个对方他可能就是懂得示弱，或者说懂得去诉苦，或者说懂得去讨好那个仲裁者，或是懂得去讨好其他的人。然后人性嘛，有的时候就是人家对你好，你其实也不好意思去指责他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如果那些错误又不会直接损害到你的话。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组朋友你们会面临这样子的能量，就是你是对的，但是表达的方式要去留意一下，避免口不择言，或是说避免用一个很情绪化的方式来表达你是对的，还要来表达你的立场。有些时候呢，你可以把事实说出来，然后让其他的人去判断、去看，不要去落入对方的一个圈套。那有些朋友，我觉得未来1个月到3个月，你们会在感情中遇到不止一朵的桃花。那先看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再判断对方是否合适。这个是宇宙给你们的能量哦，就是先要知道自己，然后再去判断对方是不是适合的。好，那从未来1个月啊，到接下来的半年呢，我觉得你们的灵魂正在做一些准备，正在酝酿一些事情哦。这个准备跟酝酿会让宇宙的丰盛流向你这边。那你们可以去发挥你内在阴性的特质，柔软的特质，然后刚刚说过重视慷慨的能量，有时候透过一些钱去赢得人心，透过一些小钱去凝聚跟巩固人心。
不要太过看重表面的得失，有时候可能是损失了一些这种钱，或者是损失了一些你觉得应该所有的都是你的。好，你把一些让出去分出去，其实最后啊你会有更大的回报。那在做事情的时候，除了想，也要去行动，也要持续，也就是说不要只有3分钟热度，要持续的去进行，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才会达到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我觉得你们是有能力去完成你心中所设定的目标，只要你持续的累积，持续的进行下去哦。然后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目前遇到一个困境，或者说如果你目前觉得人生是在一个比较绝境的状态的话，其实成败未定，所以你不要急着下定论，有点像是你给你自己觉得自己现在人生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下的定论，但是宇宙并不这么想。好，往前走还有路，而且这组牌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的这种人际的能量在支持你们。可能对你来说之前人际关系是一个你比较困扰的事情哦，有的时候会不小心说错话得罪人，或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人与人相处就是真的是一门学问，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辛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能量就是人际反而会变成你的助力，也就是说有一些跟你同频共振的人，他们欣赏你，然后他们会帮助你。有些朋友这个同频共振的人，他是你的桃花，他是你的金桃花，他不仅在感情上跟你连接，也会在事业上给你助力，推你一把。然后宇宙也持续的提醒大家未来掌握在你们的手里，而且你们的未来其实是我觉得有那种飞得更高更远，然后更宽广的能量。那你们不急着很快速的行动，不要怕慢，这个慢并不是停滞，而是你在累积能量。你们其实是有能力的，也有安全网，你们需要的只是放松你的心态，然后合作的机会跟能量自然而然会来。你们的梦想它并不是一场这种很短的冲刺，而是长跑，所以你要记得去配速，不要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尽全力，到最后精疲力尽无以为继。所以大家要懂得去配速，要懂得去放松，要懂得去休息。然后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请你放心的去爱，然后跟适合的人合作，然后稳步的去行动，其他的事情你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担忧，就交给宇宙吧。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3组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第3组的朋友。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想要加入的朋友可以赶快加入哦。米娅的塔罗课程呢，每一堂课都有指引，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理解牌意。那每一次的课后练习也可以让你的直觉越来越清晰。最重要的是，我们并不只是抽牌然后了解牌意，而是要帮助你接近更真实的自己。每一张塔罗牌呢，都像是一个能量跳板，来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那我们的课程很特别的部分是有结合显化法则跟吸引力法则，带你转化限制性的信念，打开丰盛之门。好，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